在很多军迷的讨论里，提到台湾的地面装甲部队，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无奈的叹息。有人觉得我们的战车太老旧，有人说在现代精确导引武器面前，重型装甲早就成了活靶子，甚至有人认为在海岛防御体系中，把大笔预算砸在重装甲部队上，是一种观念的落后。但如果你亲自走到新竹湖口的训练场，去看看那些在漫天黄土中履带狂飙的战车，去问问那些在狭窄高温的车厢里忍受着引擎轰鸣与废气，随时准备接敌的装甲兵们，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对他们来说，装甲部队不是图纸上过时的符号，而是北部防线上最坚硬的护盾。那几十吨重的钢铁战车是他们在战场上推进的底气，更是挡在后方中枢与海岸线之间最不可替代的防线。大家好，我是威廉，今天我们不聊空泛的战略概念，也不做单纯的武器参数堆砌，我们带上最扎实的部队严格、编制变化与地理环境分析，走进台湾陆军中一支极其特殊，甚至拥有火力特权的王牌部队——陆军联合兵种第542旅，代号迅雷部队。我们将深度拆解这支扼守台北西大门的重装主力，看看它是如何从传统的装甲旅一步步转型为现代化的联合兵种营，看看他手里握着怎样的底牌，又面临着哪些极其现实的装备与体制考验。要真正看懂542旅的价值，我们绝对不能只盯着它的武器，而是要先摊开台湾北部的地形图。在台湾北部的防御构想中，首都要地、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台北港是整个防护网的核心，而新竹的海岸线因为相对平坦，一直被军方认定是最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登陆作战的红色区域。如果假想目标从新竹周边的海滩成功上岸，前方就是一马平川的桃园台地，机械化部队一旦在这里展开，就可以沿着西滨快速道路或者国道1号一路狂飙直插大台北卫戍区。这是一条极度危险的战术通道，而542旅的驻地新竹湖口营区就正好死死地卡在这条战略咽喉上。湖口这个地方不是随便选的，这里地势较高，掌握着南北交通的动脉，542旅驻扎在这里，具备极强的战术弹性。向北，他们可以沿着公路网快速机动，支援桃园和林口台地，执行反空降和反击降任务，封堵企图直取中枢的突击力量。向西，他们可以直接面对新竹滩岸，执行最硬碰硬的反击作战。如果战况需要，他们甚至可以向南穿越竹苗丘陵，跨区增援中部的第5作战区。更重要的是，湖口营区周边围绕着全台湾最大的战车训练场，陆军部队训练北区联合测考中心就设在这里。这意味着542旅出门就能实兵操演，拥有得天独厚的训练资源。平时他们是维持高密度战备的特遣队，战时他们就是北部作战区指挥官手里至关重要的机动力量，把最精锐的装甲力量放在距离威胁最近、机动最便利的节点上，这就是542旅存在的意义。搞清楚了位置，我们来看看这一支迅雷部队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在探讨现在的编制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542旅的一段特殊历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多数的装甲旅为了兼顾防守与进攻，都采用了2部2战的编制，也就是2个装甲步兵营搭配2个战车营，讲究一个步坦协同、攻守平衡。但542旅是个编制外的异类，他们曾经是全军唯一一个采用1步3战编制的装甲旅，1个装甲步兵营配上整整3个战车营。这不是排兵布阵的失误，而是建军思想的直接体现。这种极端向战车倾斜的编制，说明在军方高层的定位里，542旅根本不需要考虑太多的防御牵制，它的任务只有一个突击，势不可挡的装甲突击。3个战车营组成的钢铁洪流，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投入战场，利用履带和主炮的冲击力，把登陆滩头的假想敌直接推回海里去。除了这种纯粹的进攻编制，542旅还拥有让人极度眼红的火力特权。这里我们必须提一个数据，台湾陆军一共向美国采购了28门 M109A5 自行火炮，这是一款155毫米口径、具备高机动性和核生化防护能力的重型取射火炮。但不可思议的是，这28门火炮中有4门在陆军炮兵学校作为教学使用，而剩下的24门没有分给别的部队，全部集中编列在了542旅的炮兵营里。也就是说，542旅一个旅的炮兵营就独占了全台湾真正用于作战的所有 M109A5 自行火炮。为什么要把这么宝贵的远程火力全部砸给542旅？答案很简单， M109A5 的最大射程达到22公里，如果使用增程弹可以达到30公里，炮口出速每秒827公尺，可以发射榴弹、化学弹甚至雷射导引炮弹。相比于其他部队还在使用的老式 M109A2，
A5 版本的火控和射程有着质的飞跃，把它们集中在虎口，意味着542旅在发起装甲冲锋之前，可以直接在己方阵地对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滩头阵地实施极其密集、精准的火力覆盖。这种火炮洗地的能力是确保战车部队在突击时不被敌方反装甲火力压制的关键。装备的分配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好钢就必须用在刀刃上，而542旅就是台湾锻造的最强利刃。时代在变，战争的形态也在发生巨变。进入新世纪后，无人机、精确导引武器、资讯化作战开始主导战场。过去那种依靠单一兵种、几百辆战车排开阵势往前冲的战术，肉眼可见的早就行不通了。如果还按照以前的编制，一个战车营在作战时，如果遇到坚固的防御工事，营长自己没有火炮，他必须通过无线电呼叫旅部，旅部再协调炮兵营提供火力支援。如果需要无人机侦察，又要向上面申请，这中间的通信延迟和指挥层级，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上，往往是致命的。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台湾陆军启动了可视战力专案，也就是军迷们常听到的联兵营改革。542旅作为头号主力，率先完成了这项重大的组织结构转型。现在的542旅打破了过去战车营、机步营完全独立的架构，把主力打散重组，编成了3个联合兵种营。这可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而是国军基层指挥权限与作战逻辑的改写。在现在的联兵营编制下，一个营里面直接包含了战车连、机械化步兵连，还拥有专属的火力连和战斗支援连。营长的手里不再只有单一的战车或步兵，他可以直接指挥迫击炮排提供取射掩护，可以直接调动反装甲飞弹排去猎杀对方的装甲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有了专属的无人机征收排和前瞻侦察兵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联兵营自己就具备了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的完整能力。营长放出无人机，看到2公里外的敌方阵地，不用再向旅部打报告，直接下令火力连的迫击炮开火，随后战车与机步连协同推进。这种扁平化的指挥结构，极大的缩短了赶测与击杀的循环周期。在复杂的城镇和滩岸交错地形中，这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联兵营，生存概率和反击效率都得到了成倍的提升。我们一直在讲务实，现在国军放下过去大兵团作战的架子，把最实用的侦察和火力资源直接下放到第一线，让最先听到炮声的指挥官拥有直接开火的权利。在威廉看来，这种制度的改写就是真正的务实。聊完了编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甚至有些沉重的话题：装备。不管编制再怎么先进，士兵的战绩再怎么精湛，最终上阵杀敌时还是要依赖武器装备。542旅在过去的10几年里，其实一直承受着主战装备老化的巨大压力。他们的核心打击平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M11 勇虎式战车。这款战车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当年为了在有限的预算和国际环境下获得先进战力，工程师把 M60A3 的底盘结合了 M48 的炮塔，并极具前瞻性的整合了当时最先进的 M1 战车的射控系统。客观的说， CM11 在刚服役时，那套射控系统让它的首发命中率极高，在当时绝对是亚洲一流的火力平台。但时间是不讲情面的，几十年过去了， CM11 的105毫米线膛炮面对现代主战坦克厚重的复合装甲，已经力不从心。更严重的是，老旧的底盘扭力杆和机械结构因为长期的战备演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金属疲劳。2016年，542旅战车第2营在虎口北侧中心进行实弹射击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 CM11 炮管断裂膛炸事故。这不是士兵操作失误，而是金属疲劳和装备老化的反噬。除此以外，面对现代战场上满天飞的反装甲飞弹和火箭筒，老旧的战车防护力严重不足。为了让这些老将能在战场上多撑一会儿，542旅只能硬着头皮进行魔改。他们采用了中科院研制的反应装甲，在 CM11 的炮塔和车身正面密密麻麻地加挂了72块反应装甲。这种做法虽然提升了对抗破甲弹的能力，但进一步加重了原本就已经不堪重负的底盘负载。没办法，这就是无奈的妥协。但好在这种窘境将成为历史。542旅迎来了建军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火力升级。台湾向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艾布兰主战坦克，这款配备120毫米滑膛炮、拥有列歼系统和极强复合装甲的钢铁战车，被公认为地表最强战车之一。而542旅以及同驻虎口的584旅，正是这批新战车的优先换装部队。M1A2T 的到来，彻底重塑了北部地面的装甲作战体系。无论是火力、
机动力还是资讯化作战能力，52旅都迎来了质的飞跃。不过，面对新装备，我们同样需要保持务实和理性的思考。M1A2T 的战斗权重超过60吨，在台湾这种水网密布、丘陵纵横且桥梁承重标准不一的地形中，重型战车的机动路线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外，台湾北部的城镇化程度极高，在狭窄的街道中，庞大的战车很容易遭到两侧建筑物内反装甲武器的伏击。如何解决重型战车的后勤保修？如何确保履带车辆在非战场环境下的道路机动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无人机日益普及的今天，52旅要如何将 M1A2T 与防区内的野战防空、电子干扰系统深度绑定，防止这些昂贵的战车成为精确炸弹的靶子？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它需要52旅的基层官兵在接下来的坑子口靶场里，用无数个日夜的汗水去摸索、去验证。武器换代只是第一步，战术思想的升级才是形成真实战力的关键。说到52旅，除了战略与装备，有一段历史是绝对绕不开的。这不是一场对外的战争，而是一场发生在部队内部，却最终撼动了整个台湾司法体制的风暴。2013年夏天，52旅发生了震惊社会的洪仲丘案。当时，该旅一名即将退伍的下士洪仲丘，因为携带具备拍照功能的手机和 MP3 进入营区，被认定违反了治安规定。在当时部分旅级和连级干部的主导下，这名士兵被快速移送到隔壁旅的禁闭室执行悔过处分。在那里，因为超负荷的体能操练以及未获得合理的饮水与休息，洪仲丘最终因严重中暑导致多重器官衰竭而不幸离世，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彻底点燃了台湾社会的怒火。几十万民众穿着白衬衫走上台北街头，要求真相与究责。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军方的处理瑕疵被一一放大。不仅多名涉案的高阶军官被移送法办，10任旅长、副旅长遭到弹劾。这起事件更产生了深远的制度性影响，它直接促成了台湾军事审判法的历史性修法。从那以后，在非战争的和平时期，军人犯罪不再由封闭的军事法院专属管辖，而是全部移交给普通司法法院审理。52旅内部的一次管理失控，意外地推开了台湾军事司法透明化的大门。我们客观地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揭伤疤，而是要看到一支军队在经历重创后的反思与重生。洪仲丘案之后，52旅的士气一度跌入谷底，基层干部面临着极大的舆论压力与管理困境。为了稳住阵脚，重塑军心，军方高层做出了破格的决定，调派当时治军严明但作风开明的主官接掌52旅，比如大家后来熟知的俞北辰将军。在历任新指挥官的带领下，52旅开始进行严格的内部整顿，改善基层官兵的生活待遇，透明化管理流程。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阵痛期，但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刮骨疗毒，让52旅慢慢走出了阴霾。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没有好的纪律和对生命的尊重，再强大的火炮也无法打赢战争。今天的52旅能够顺利承接联兵改革，能够准备接装 M1A2T， 背后是无数基层官兵努力重拾荣誉，将心思重新聚焦于战训本务的结果。从上世纪在封锁中成立的装甲师，到曾经极度狂热的一步三战，从炮管断裂的无奈妥协，到迎来地表最强战车的大换装，陆军联合兵种第52旅的几十年，几乎就是半部现代台湾陆军的转型史。它不完美，它会跌倒，他手里的装备也经历过漫长的青黄不接，但他依然伫立在那里，驻守在全台湾最关键的咽喉要道上。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嘈杂，当警报响起的时候，那些在虎口营区里的年轻士兵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爬进闷热的战车，发动引擎，把履带碾向最危险的滩头，因为他们知道背后就是家园，他们退无可退，装备会老化，编制会改变，但那份守卫家园的务实与担当，才是这支迅雷部队真正最强大的装甲。大家觉得52旅在未来复杂的城镇和反登陆作战中会怎样发挥出一锤定音的效果？在无人机时代，重装甲部队的未来又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理性讨论。如果你也喜欢军事解析的影片，请务必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深耕国防科普最大的动力。这里是威廉的观察笔记，我们下次再见。